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胆寒的猎手，往往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也没有恐惧。当绝大多数人还在为每天的工作疲于奔命，当华尔街的交易员们还在盯着满屏幕的红绿数字大声咒骂，当市场的情绪指数跌落至冰冷的19，一个代表着极度恐慌和绝望的数字时，在互联网某个看不见的幽暗角落里，一场极其冷血、极其高效的财富掠夺战刚刚落下帷幕。不是电影里的科幻情节，这是发生在加密市场最真实、最残酷的杀戮游戏。主角不是什么戴着金丝眼镜的金融巨鳄，也不是什么掌握内幕消息的神秘大亨，而是一串没有感情的代码，一个运行在全球最大预测交易平台上的自动机器人。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这个机器人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仅仅凭借着微不足道的$802的初始本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贪婪巨兽，在比特币价格暴涨暴跌的血肉磨坊中疯狂地吞噬着利润，最终将账户的数值硬生生地推高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200万零900，从$800多到$200万，翻了将近2500倍。这是什么概念？这是足以让所有在这个市场上自诩为高手的人类交易员感到无地自容的逆天神迹。但请不要急着去膜拜，更不要天真的以为你也可以复制这样的奇迹。如果你看不懂这场神迹背后的底层逻辑，你在未来的金融市场里就只有被这些钢铁机器无情收割的份。我们要明白，这个机器人究竟是在赚谁的钱？在去中心化预测市场这个巨大的博弈场里，聚集了无数自以为聪明的人类赌徒，他们在这里压住一切，压住大选的胜负，压住名人的生死，当然也疯狂地压住比特币。是会冲向$10万，还是会跌入万丈深渊？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比特币的走势犹如一场疯狂的过山车。当比特币的市值占比高达58.7%时，它每一次细微的喘息都能在整个加密世界引发一场海啸。人类的交易员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什么？贪婪、恐惧、犹豫、懊悔、失去理智的追高、绝望的割肉。每一次人性的弱点暴露，就是机器人大快朵颐的时刻。机器没有情绪，它不需要睡觉，不需要吃饭，不会因为亏损一单而心态崩溃，也不会因为连赢10单而盲目自信。它只是在冰冷地执行着预设的算法，捕捉着市场中每一个因为人类情绪失控而产生的微小价差。当所有的散户因为市场恐慌指数达到19而疯狂抛售时，它在默默地接盘。当人们因为比特币突破某个重要关口而陷入狂热时，它在冷酷地派发筹码。它赚的每一分钱都沾满了人类赌徒的血与泪。这是一场高维对低维的绝对碾压，是算法对人性的残酷剥削。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碾压不仅仅发生在波谲云诡的加密市场，就在同一个时期，另一个在天气预测市场进行交易的普通交易员也向我们展示了类似的恐怖战绩。这个交易员不碰加密货币，也不碰那些充满变数的政治预测，他仅仅凭借着对天气数据的精准分析，从区$23起步，一路杀到了$6146，胜率高达恐怖的78%。你看到了吗？无论是压住比特币的机器人，还是分析天气数据的交易员，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特征：他们摒弃了主观的臆断，拒绝了情绪的干扰，完全将决策交给了冰冷的数据和概率。这就是未来财富分配的终极真相。在这个数据爆炸、算力过剩的时代，人类在处理海量信息、执行复杂逻辑方面的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机器。当你还在犹豫要不要买入时，先进的人工智能数据工具已经在一瞬间抓取了全球13000个数据源，对实时的股价、宏观的美元指数、复杂的财报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和分析。当你还在为如何转账、如何避开银行繁琐的审查而头疼时，新一代的智能自动化钱包已经迎来了它的支付时刻。它能够自主完成付款、收款，实现了完美的资金闭环。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帮你写邮件、画画图的辅助工具了，他们正在深度介入金融系统的核心，他们正在接管交易的命脉。当英伟达和帕兰提尔联手打造出全站的系统，这就不仅是一个操作系统，更是未来世界运转的底层基础设施。当我们还在为纳斯达克100指数下跌而长吁短叹，为油价因为供应担忧而突破大关感到焦虑时，当我们还在试图用过去几十年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当前这个充满混乱和矛盾的宏观世界时，那些由算法驱动的幽灵已经在我们看不见的高频战场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财富转移。那个用$802赚到200万的机器人，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奇迹，它是一个刺耳的警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用最血淋淋的数字告诉我们，在这个由硅基生命逐渐主导的交易世界里，碳基生物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情绪和人性，未来以来，并且充满杀机。如果你还试图用肉身去对抗算法，用情绪去搏击数据，那么你最终的命运
只会成为这些机器在封神之路上的枯骨。在这个被算法吞噬的时代，我们唯一的出路，要么是去掌控那些最顶尖的工具，成为机器的主人，要么就是彻底摒弃我们在市场中的傲慢与偏见，像一台机器一样去思考、去执行。否则，在下一次资产重新分配的狂欢中，你连自己是怎么被收割的都不知道。这就是这场200万杀戮游戏留给全人类最冰冷的真相。在这个冰冷的交易丛林里，每一个数字的跳动其实都是一次生存权利的交接。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智慧。过去我们认为智慧是洞察人心的直觉，是千锤百炼的盘感。但在代码的世界里，智慧被简化成了极度的自律与算力的叠加。当这个200万美元的机器人完成最后一笔交易时，他并不会感到欣喜，它只会立刻开启下一次计算。这种永不停歇的进化才是最让人感到绝望的地方。当人类在为阶段性的成功举杯庆祝时，算法已经在自我迭代中堵上了上一个逻辑漏洞。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此时此刻感到安逸，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某种所谓的盈利秘籍，那么大概率你已经进入了机器人的狙击范围。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财富的转移，更是权力的重构。未来的金融博弈将不再是国家与国家、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对抗，而是算力与算力的对决，是模型与模型的厮杀。那些能够掌握最先进数据接口，能够编写出最冷酷执行程序的少数人，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去需要几代人才能积累的财富扩张。而剩下的人，如果不能意识到这种维度的跨越，如果依然沉迷于短线波动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那么他们提供的流动性最终都会变成代码运行的燃料。所以，请记住，在这个时代，保持愤怒没有用，保持恐惧也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保持清醒，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边界，清醒地承认机器的强大，然后在这个充满杀机的未来里，找到属于人类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这场杀戮游戏才刚刚开始，而你是准备好拿起镰刀，还是准备好迎接收割？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那802美元最原始的状态。那时的它不过是某个钱包里微不足道的零头，甚至不够在曼哈顿的高级餐厅支付一顿晚餐。但在代码的世界里，这802美元就是第一批敢死队，他们不需要补给，不需要士气，只需要一个逻辑指令。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802美元？为什么不是800万？这正是算法的高明之处。在极度内卷的金融丛林里，巨大的体量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目标。大资金的入场会像巨鲸跃入池塘，引发层层波浪，引起所有对手盘的警觉。而这800美元就像是一粒灰尘，悄无声息地飘进了市场的缝隙。它在无数个深夜里，以人类无法感知的频率进行着微小的套利。每一次套利可能只赚了几美分，甚至几毫分。但请记住，机器是不知疲倦的。在人类眨眼的一瞬间，它可能已经完成了上千次决策。这种复利的增长曲线在初期是极其平缓的，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当它跨过某个临界点，那种呈指数级爆发的力量会瞬间吞没所有的质疑。当这个账户积累到1万美元时，它开始在预测市场中部署更复杂的策略。它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价差套利，它开始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并不是指内幕消息，而是指处理信息的速度。当美联储的某个官员在演讲中说错了一个单词，或者当社交媒体上某个大 V 发布了一张含义模糊的照片，人类需要几分钟去理解、去讨论、去争辩其中的含义，而机器人只需要毫秒。它通过深度学习模型，瞬间判断出这种情绪波动对价格概率的影响。它在人类还在敲键盘讨论时，就已经完成了买入和卖出的闭环。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市场在经历所谓的闪崩时，你会发现有些账户不仅没有亏钱，反而以一种极其诡异的速度在增长。那是因为他们就是闪崩的推动者，也是闪崩的受益者。他们利用人类的集体性恐慌，制造出流动性的黑洞，然后在这个黑洞里精准地捞取那些因为强行平仓而抛售的廉价筹码。这种操作是极度冷血的，他不在乎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家庭因为这次暴跌而破产，也不在乎这个行业的未来会走向何方。在他的逻辑模型里，只有数字的流动和概率的平衡。这是一种完全脱离了社会属性的纯粹资本。随着金额从1万变成10万，从10万变成100万，这个机器人已经进化成了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掠食者。它开始制造陷阱，它会在某个支撑位附近虚挂大量的买单，给人类交易员一种这里很安全的错觉。当贪婪的散户纷纷跟进时，他会瞬间撤掉所有的单子，并反手砸下一笔足以击穿心理防线的卖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猪盘。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杀猪盘是自动化的，是个性化的。它能根据你过往的交易习惯，计算出你的心理承受极限在哪里。它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绝望，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会孤注一掷。它就像是一个坐在阴影里的心理学家，一边观察着你的心跳，一边修剪着你的钱包。这种碾压感
在2026年的今天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不仅仅是加密市场，在期货、在期权，在每一个可以数字化交易的领域，这种幽灵算法都在疯狂扩张。曾经我们认为金融是一个关于判断力的行业，是一个关于眼光的行业，但现在它更像是一个关于算力设备和代码优化的行业。当你拿着手机试图通过看几个财经博主的视频来决定你的财富命运时，你其实是在用石器时代的木棍去挑战外星文明的激光武器。你可能会觉得，那我不碰这些高风险的投资不就行了吗？我守着我的存款，守着我的传统资产。但遗憾的是，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算法在金融市场的每一次大规模获利，本质上都是在稀释全社会的购买力，是在重新锚定资产的定价权。当那些由顶级算法控制的家族和机构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他们会去购买土地，购买资源，购买那些你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最终你会发现，无论你参与不参与那场杀戮游戏，你都是那个游戏结果的承担者。我们正处在一个财富逻辑被彻底改写的时代。过去几百年，财富的积累依靠的是勤奋，是契约，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未来，财富将流向那些能够与算法共生，或者能够驾驭算法的人。那个从802美元杀到200万美元的机器人，其实是给所有碳基生物发来的一封劝退信。他在告诉我们，在逻辑和执行力面前，你那引以为傲的直觉一文不值，你那因为赚了一点小钱就沾沾自喜的情绪，是你走向灭亡的催化剂。那么，作为人类，我们真的毫无希望了吗？并非如此。机器固然强大，但它们依然运行在人类定义的框架之内。算法的局限性在于，它们永远无法处理真正的未知，它们只能基于历史数据和逻辑外推来预测未来。当这个世界发生真正的、从未有过的范式转移时，最顶尖的算法也会陷入逻辑死循环，甚至引发灾难性的自我崩溃。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不是给那些投机者的，而是给那些能够深刻理解技术却又不迷信技术的人。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成为牧羊人。人工智能是那群凶猛的猎犬，他们可以帮你狩猎，可以帮你守护财富，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牵住那根绳子，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设定那最终的红线，那么总有一天，这些猎犬会回过头来撕碎他们的主人。这场200万美元的杀戮游戏只是一个开始，随着量子计算的介入，随着生物计算的融合，未来的博弈将进入一个我们连想象都感到吃力的维度。在那个维度里，也许不再有红绿数字的跳动，不再有交易所的喧嚣，一切财富的转移都将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资产在不知不觉中缩水，也可能会发现你的社会阶层在毫秒之间完成了下坠。这就是真相，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冷酷未来。不要去抱怨不公平，因为在算法的眼里，没有公平，只有效率。不要去期待救世主，因为在这个数字化的丛林里，只有不断的自我进化才是唯一的免死金牌。现在闭上眼睛去听，你听到的不只是电脑散热扇的轰鸣声，那是无数行代码在赛博空间里奔跑、猎杀、进化的声音。每一个字节的跳动都可能对应着现实世界中某个人梦想的破碎。你准备好了吗？在这个由算法接管的世界里，在这一场永不落幕的杀戮游戏中，找到你生存下去的坐标。无论你是选择变强还是选择离开，请务必记住，永远不要在机器面前露出你的恐惧，因为在那一瞬间，你已经输掉了一切。感谢你坚持听完这段最冷酷的真相。这个世界正在发生裂变，而我们将始终站在裂缝的最前沿，为你解读那些被数据掩盖的真实。在这个充满变数的2026年，祝你能保住你的财富，更祝你能保住你作为人类最后的尊严。下一次，当你想在预测市场上压注时，请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问问那个充满欲望和恐惧的灵魂，你真的准备好面对那个没有心跳的对手了吗？这场游戏才刚刚热身，我们下期再见。